一家你可能从没听过的公司，却让 Meta 和英伟达抢着合作，单季营收突破10亿，手握36亿未兑现订单，正在悄悄颠覆戴尔。希捷这些盘踞行业几十年的巨头，你错过了美光和希捷180%的涨幅。别慌 ，AI 存储赛道真正的黑马现在才刚刚露出头角。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 AI 算力竞赛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最后一块拼图到底是什么。你会明白为什么传统存储巨头在 AI 时代正在面临自己的柯达时刻。你会看清这家公司的核心壁垒到底是真护城河还是资本讲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你能避开散户最容易犯的只看 PE 就给公司定性的估值误判，搞懂它从硬件公司向软件服务商转型的核心逻辑，找到属于自己的长期布局机会。说到这里，我也很好奇，你觉得 AI 赛道里接下来真正能跑出超额收益的，是已经被市场反复炒作的算力芯片，还是还没被完全定价的存储基础设施环节？你更占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留在评论区，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遇到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或者有代表性的观点，也会在后续的内容里专门拿出来和大家拆解讨论。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明白，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关键的估值逻辑和行业规律的时候，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你想想，现在所有人聊 AI， 张口闭口都是英伟达的 GPU， 都是大模型，都是 HBM 高带宽内存，好像只要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 AI 时代的全部红利。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就算你把全世界最顶级的 GPU 都堆在一起，没有匹配的存储系统，这些算力根本发挥不出1/10的性能。很多人对存储的理解还停留在自己电脑里的硬盘，觉得不就是个装数据的东西吗？能有什么技术壁垒？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企业级的 AI 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和你家用的硬盘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你家用的硬盘只需要存一下照片、文档、电影，一天读写的次数可能都不到100次，就算慢一点，你也只会觉得电脑有点卡，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 AI 数据中心不一样，一个大模型的训练过程需要每秒读写海量的数据， GPU 每秒钟都要从存储里调取几 TB 甚至几十 TB 的数据来运算。如果你的存储系统速度跟不上， GPU 就算算力再强，也只能干等着数据喂进来，根本发挥不出任何性能。这就像你给顶级的厨师配了全世界最好的锅具和食材，但是配菜的人半天送不来一道菜，厨师再厉害也做不出满汉全席。现在 AI 行业里，大家都在抢厨师、抢锅具，却没人注意到配菜的供应链才是真正卡脖子的环节。这2年 AI 行情里，存储板块的轮动其实已经把这个规律展现得淋漓尽致了。最先涨的是 HBM， 因为它是离 GPU 最近的存储，性能要求最高，供需缺口一出来，价格和股价直接飞上天。然后轮到 NAND Flash， 再到消费级的 SSD、HDD，接着就是希捷、西部数据这些公司的翻倍行情。但这里有个阶梯式爆发的规律，很多人没看明白，就是每一轮的爆发都是从最上游的核心芯片向下游的系统级解决方案传导。而现在整个存储板块的行情已经走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企业级存储架构的结构性迁移。说白了，前面的 HBM、NAND Flash 都是零件，而企业级存储系统就是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真正能在 AI 数据中心里落地干活的完整解决方案。零件的行情炒的是供需缺口，是短期的周期波动，而解决方案的行情炒的是整个行业的规则重构，是长达数年的结构性机会。你有没有发现，在 AI 时代，戴尔、惠普、希捷、西部数据这些盘踞存储行业几十年的巨头反而跑不动了？他们手里有技术、有产能、有客户资源、有品牌影响力，为什么会被一家成立没多少年的公司抢了风头？说白了，这些传统巨头就像是做了一辈子马车的厂商，现在汽车时代来了，他们做的事情不是重新造一辆汽车，而是把法拉利的引擎硬塞进自己的马车架子里。你觉得这样的马车能跑得过专门设计的超跑吗？这些传统巨头的历史包袱就是他们几十年积累的机械硬盘架构。过去几十年，企业级存储的核心就是机械硬盘，也就是 HDD。他们的整个技术体系、软件系统、产品设计、供应链布局，全都是围绕机械硬盘搭建的。从管理层到研发团队，所有人的思维模式都已经被机械硬盘固化了。
现在闪存时代来了 ，NAND Flash 的性能是机械硬盘的几百上千倍，延迟是机械硬盘的几十分之一。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来的机械硬盘换成 SSD， 然后塞进原来为机械硬盘设计的架构里。但问题来了，闪存的性能优势在这种旧架构里根本发挥不出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逻辑的时候，其实也觉得有点夸张，不就是换个硬盘吗？能有这么大的差距？但后来我去翻了行业里的实测数据，才发现传统架构的全闪存阵列，哪怕用了最顶级的闪存芯片，实际能发挥出来的性能，连闪存本身极限性能的30%都不到，剩下的70%的性能全被旧的架构浪费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机械硬盘和闪存本质上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机械硬盘是靠磁头在磁盘上寻道来读写数据，天生就有物理延迟，所以传统架构里做了大量的优化，都是为了弥补机械硬盘的延迟问题。但闪存是电子芯片，没有任何物理运动，延迟极低，原来的那些优化不仅没用，反而会变成累赘，严重拖累闪存的性能。这就像你给一辆马车装了超跑的引擎、车架、轮胎、刹车，全都是原来马车的配置，你根本不敢把油门踩到底，一踩就散架了。你只能让引擎以1/10的功率运转，那就算引擎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 AI 数据中心堆了再多的 GPU， 还是会遇到数据传输的瓶颈。GPU 算得再快，没有数据源源不断的喂进去，也只能闲置。而这个瓶颈的根源根本不是闪存芯片不够好，而是传统的存储架构根本配不上闪存的性能。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家 Everpure 股票代码 P，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没走传统巨头的老路，它从一开始就压住了 NAND Flash， 做的事情就是完全围绕闪存的特性，从零开始搭建一套全新的技术体系，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任何需要妥协的旧架构。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在短短几年里就从巨头的包围圈里杀出来，甚至让 Meta 和英伟达都主动找上门合作。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这家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从来不是能造出更好的硬盘，而是它重新定义了企业级存储的游戏规则。很多人以为 Meta 是买 Everpure 的硬件产品，其实根本不是 Meta 买的，是它的 IP 授权，这就很有意思了。你想想 Meta 是什么级别的公司？他自己有全球顶级的技术团队，每年在研发上花的钱是个天文数字，为什么要花钱买一家小公司的 IP 授权？这里就要先给你讲明白 IP 授权模式到底是什么。你肯定听过 ARM 这家公司，它自己不生产芯片，它只卖芯片架构的 IP 授权，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手机芯片用的都是 ARM 的架构，它就靠收授权费和版税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市场给它的估值比单纯卖芯片的公司高了不止一个量级。为什么？因为卖芯片是一锤子买卖，客户这次买了你的，下次可以买别家的，收入不稳定，还要拼产能、拼价格战，毛利率上不去。但 IP 授权不一样，一旦客户把你的架构用在了自己整个产品体系里，后续的迭代、升级、维护全都会绑定在一起，替换的成本高到难以想象。这就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达数年甚至10几年的持续收入，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毛利率高得吓人。而 Everpure 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存储行业里的 Meta 不是买它的硬件，而是把它的存储架构 IP 用在自己全球的数据中心里。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 Meta 用自己全球最顶级的 AI 数据中心给 Everpure 的技术做了最强的背书。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人误解的地方就是大家觉得这只是一笔普通的订单，但根本不是。你想想，如果只是买硬件，那合作随时可以终止，我这次买了你的，下次可以买别家的。但 IP 授权不一样，一旦 Meta 把你的架构融入了自己整个数据中心的技术体系里，后续所有的技术迭代都要和你的架构兼容，想要换掉你，就要把整个数据中心的存储体系推翻重来，这个成本是任何公司都不敢轻易承担的。这就像你盖房子，一开始就用了别人的钢筋结构设计，等房子盖好了，你想换一套结构设计，就只能把房子拆了重盖。这种深度的绑定才是这笔合作最值钱的地方。而且有了 Meta 的背书，其他的科技巨头就会跟着放下顾虑。英伟达已经和他展开了深度合作，戴尔、惠普这些传统巨头也开始和他接触，甚至考虑采用他的 IP 授权。你看，原来的竞争对手慢慢都变成了他的客户。
这就是 IP 模式最恐怖的地方。如果你看到这里已经搞懂了这家公司和传统巨头的本质区别，那就顺手点个赞，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个被很多人忽略的赛道机会。也可以收藏一下这个视频，后面你想再回顾它的核心逻辑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除了顶级的行业认证和 IP 模式，它的第二道护城河就是全自研的垂直整合体系。很多人觉得存储厂商不就是攒硬件的吗？买别人的闪存芯片，买别人的控制器，组装一下就拿出去卖了。但 Everpure 根本不是这么做的，它的核心是从底层的存储控制器到中间的操作系统，再到上层的闪存模组，全都是自己研发的。说白了，就是从根上完全围绕闪存的特性做了一套完整的软硬一体体系，没有任何妥协，没有任何第三方组件带来的性能损耗。你可能会问，自研就这么厉害吗？传统巨头难道不会自研吗？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就明白了。传统硬件厂商的毛利率能做到30%就已经很不错了。希捷、西部数据这些公司，很多时候毛利率甚至只有20%左右。但 Everpure 的毛利率能做到70%，这个数字在硬件行业里简直是离谱的存在。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的毛利率？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全都是自己的，不需要给别人交专利费，不需要买别人的核心组件，所有的利润都能留在自己手里。而且全自研的体系能让它把软硬件的协同做到极致，把闪存的性能100%发挥出来，这是传统厂商东拼西凑的架构根本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这套自研体系给它带来了碾压级的 TCO 优势，也就是总拥有成本。很多人买设备只看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却忽略了后续使用过程中持续产生的成本。但对于 AI 数据中心来说，最大的成本根本不是买硬件的钱，而是后续的电费、空间费、散热费。你想想，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几万台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一年的电费就是天文数字。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一个机柜一年的租金就要10几万甚至几十万。还有散热系统，设备越多，发热量越大，散热的成本也就越高。这些成本是每年都要持续投入的，日积月累下来，远远超过了买硬件的一次性支出。而 Everpure 的方案能给数据中心节省90%的空间和电力成本。这个数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觉得不敢相信，但你去看它的客户实测数据，就会发现这不是吹牛，怎么做到的？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架构是原生为闪存设计的，同样的存储容量，它的设备体积只有传统架构的1/10，功耗也只有1/10。而且因为没有了旧架构的性能损耗，它的单台设备性能是传统设备的几十倍。也就是说，原来你需要100台设备才能搞定的存储需求，现在用 Everpure 的方案10台就够了。那你算一下，设备数量减少了90%，占用的机柜空间自然就省了90%，电费省了90%，散热的成本也跟着省了90%，后续的运维成本也跟着大幅下降。对于一个每年电费就要花几亿甚至几十亿的 AI 数据中心来说，这个吸引力根本无法拒绝。尤其是现在全球都在搞碳中和，数据中心的能耗指标卡得越来越严。很多地方你想要新建数据中心，首先要拿到能耗指标，没有指标，你就算有钱也建不了。Everpure 的方案能让你用1/10的能耗完成同样的存储需求，这就等于同样的能耗指标，你能建出10倍容量的数据中心。这个优势对于科技巨头来说是致命的。你可能会说，传统巨头难道不会学吗？他们也可以做自研的原生闪存架构啊。但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学不了，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商业上做不到。你想想，传统巨头手里有大量的机械硬盘业务，每年能给他们带来几百亿的收入，是他们的现金流业务。如果他们全力推原生闪存架构，就等于自己革自己的命，告诉全世界原来的机械硬盘架构已经过时了，自己把自己的现金流业务给干掉了。这就像当年的柯达自己发明了数码相机，却不敢全力推广，因为怕冲击自己的胶卷业务，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时代淘汰。这就是巨头的创新者窘境，也是 Everpure 最大的机会。它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可以毫无顾忌的全力压住新的技术路线，而传统巨头只能在新旧业务之间左右摇摆，眼睁睁看着市场被抢走。这还不是最关键的，真正让这家公司的估值逻辑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是它的第3道护城河软硬一体的 Evergreen 订阅服务。
很多人以为 Everpure 是一家卖硬件的公司，其实现在的它已经越来越像一家软件公司或者说 SaaS 公司了。而它的 Evergreen 订阅服务就是实现这个转型的核心。什么是 Evergreen 订阅服务？说白了，就是客户买了它的硬件之后，还要每年付订阅费来获得它的软件升级、系统维护、性能优化、安全更新、容量弹性扩展这些服务。你想想，你买了一台硬件，本来是一锤子买卖，现在变成了客户每年都要给你交钱，变成了持续的可预测的现金流。这对于一家公司的估值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整个故事里最核心的一个点，也是绝大多数散户根本没看懂的地方。很多人看这家公司只看它的 PE， 也就是市盈率，觉得现在 PE 很高，估值太贵了，根本不值得买。但他们没搞懂，市场给一家公司的估值从来不是看它现在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它未来的赚钱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卖硬件的公司，市场给的 PE 一般都很低，10倍、20倍就算很高了。为什么？因为硬件行业是强周期的，今年经济好，企业愿意花钱买设备，你的营收就涨；明年经济不好，企业缩减开支，不买设备了，你的营收就会大幅下滑，收入非常不稳定，现金流也不可预测。但软件公司，尤其是 SaaS 公司，估值完全不一样，市场给他们的 PE 几十倍、上百倍都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它的收入是持续的、可预测的。客户一旦订阅了你的服务，只要你的产品不出大问题，就会每年持续付费，留存率非常高。哪怕今年没有新客户，光靠老客户的订阅费就能有稳定的现金流。而且软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多一个客户不会增加多少成本，利润会随着客户规模的扩大快速增长。所以市场给两种公司的估值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而 Everpure 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从一家低估值的硬件公司向高估值的软件 SaaS 公司转型。它的订阅收入现在已经占到了总营收的41%，这个数字是整个行业里独一份的。传统的硬件厂商订阅收入占比可能连5%都不到，几乎全靠卖硬件的一次性收入。而 Everpure 已经把将近一半的收入变成了持续的订阅现金流，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持续提升。随着它的客户规模越来越大，订阅收入的占比只会越来越高，它的收入结构也会越来越像一家纯正的 SaaS 公司。当市场彻底认可了它的转型，给它的估值体系就会彻底重构。原来给硬件公司的20倍 PE， 未来可能会给到软件公司的50倍，甚至更高。这才是它未来估值能持续上移的核心逻辑，而不是简单的营收增长。很多人只看到了它的营收在涨，却没看到它的赚钱模式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就像原来你是开出租车的，赚的是每一笔拉活的钱，收入不稳定，还要天天跑车。现在你变成了开租车公司的，把车租出去，每个月固定收租金，躺着就能赚钱，而且收入稳定可持续。市场给这两种生意的定价当然天差地别。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理解这家公司的价值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个故事最核心的重点。我们再来看它的财务数据，你就会明白这个转型的逻辑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已经在实实在在的业绩里兑现了。它最新的财报里单季营收首次突破10亿美元，这个数字对于一家还在高速增长的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而且他手里还有36亿美元的未兑现订单，也就是递延收入。这些订单都是已经签了合同，未来会陆续转化成营收的，相当于他未来的业绩已经有了非常强的保障，根本不用担心营收会突然跳水。更重要的是，他的订阅收入不仅占比高，而且增速非常快，客户的留存率也极高。只要客户用了他的订阅服务，几乎不会取消，而且还会随着业务的扩张不断增加订阅的规模。这就意味着他的现金流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可预测。很多人会问，他未来的增长空间到底有多大？市场给他的预期是2027年营收冲击100亿美元。很多人觉得这个目标太夸张了，现在单季才10亿，一年也就40亿左右，3年要翻2倍多，怎么可能？但你要看到他现在所处的行业是 AI 企业级存储，这个赛道的增长速度是每年几十甚至翻倍的。AI 带来的数据量爆发是指数级的，对应的企业级存储需求也会跟着指数级增长。
而且现在整个行业正处于从传统机械硬盘架构向原生闪存架构迁移的起点，这个结构性迁移的过程会持续很多年，带来的市场空间是万亿级别的。现在原生全闪存存储在整个企业级存储市场的渗透率还非常低，只有不到10%。未来几年，这个渗透率会快速提升到50%以上，甚至更高。而 Everpure 作为这个赛道里的技术龙头，有 Meta 和英伟达的背书，有碾压级的产品优势，有独特的 IP 授权和订阅模式，它能吃到的市场份额是非常恐怖的。而且你不要忘了，它的 IP 授权模式未来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增长空间。传统巨头不想自己从零开始做原生闪存架构，就可以买它的 IP 授权，用它的技术来做自己的产品。这样一来，Everpure 就不用再和巨头打价格战，不用再拼硬件的产能，不用再管供应链的波动，只靠卖 IP 就能躺着赚钱，而且毛利率更高，现金流更稳定。这就像整个行业都在淘金，而 Everpure 是那个卖铲子的人，不管最后哪个淘金者赚到了钱，卖铲子的人都能稳赚不赔。未来不管是哪个科技巨头想要做原生全闪存存储，都可能需要用到它的 IP， 它就会变成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者，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当然，我也不会只给你讲好的地方，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这个标的也不例外。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行业竞争的加剧。如果传统巨头真的放下包袱，放弃自己的机械硬盘业务，全力投入原生闪存架构的研发，那它的技术优势可能会被缩小。虽然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巨头自己革自己命的概率很低，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第二个风险就是 AI 行业的发展如果不及预期，科技巨头们就会缩减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那企业级存储的需求也会跟着下降，它的业绩增长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毕竟它现在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 AI 行业的高速发展的。第三个风险就是估值的风险，现在它的股价已经包含了很高的增长预期，市场已经在给它一部分软件公司的估值了。如果未来它的业绩增速跟不上，或者订阅收入的占比提升不及预期，那估值就会有回调的压力，股价也会出现波动。所以我一直说，这不是一个短期投机的标的，而是一个长期布局的机会。如果你想做短线，追涨杀跌，指望它几个月就翻倍，那这个标的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你愿意做时间的朋友，去布局一个未来3到5年能持续受益于 AI 算力发展的赛道龙头，愿意承受短期的股价波动，去赚行业结构性变革的钱，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值得你长期跟踪的标的。那具体的操作上，我们该怎么把握？首先，你要明白，这是一场行业的结构性变革，不是几个季度的短期行情，所以不要想着一把梭哈满仓进场。再好的公司也会有股价回调的时候，满仓进场，很容易因为短期的波动，心态崩掉，割肉离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先建立一个观察仓，持续跟踪它的业绩变化、订阅收入的占比，还有行业渗透率的提升情况。如果股价回调到50到60美元的区间，也就是它的强支撑位，就是非常好的加仓机会。这个区间是市场经过反复验证的估值相对合理的击球区，在这个区间进场，你的安全边际会高很多。而且你一定要记住，投资的核心是赚你能看懂的钱。如果你看完这个视频还是没搞懂它的商业模式，没搞懂它的技术壁垒，那就算它涨得再多也不要碰。只有你真正理解了一家公司的核心逻辑，你才能在它股价回调的时候拿得住，不会被洗出去，最终赚到长期的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很多人都在找 AI 赛道的下一个黑马，都在盯着新的 GPU 公司、新的 AI 大模型公司，都在想办法找到下一个英伟达。但其实真正能带来超额收益的机会，往往藏在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基础设施环节。AI 算力的竞赛就像一场接力赛 ，GPU、HBM 这些环节已经跑完了自己的那一棒，股价也已经兑现了大部分的增长预期。而企业级存储就是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谁能拿下这一棒，谁就能在 AI 时代的下半场拿到最大的红利。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总是喜欢追热点，追那些所有人都在讨论的公司，却忘了当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机会的超额收益其实已经很少了。
真正能让你赚到大钱的，永远是那些现在还没被所有人发现，但未来会成为行业主流的结构性机会。就像几年前很多人都没看懂为什么英伟达能从一家游戏显卡公司变成 AI 时代的绝对龙头，现在同样的机会摆在了企业级存储这个赛道里，而 Everpure 就是这个赛道里最有可能跑出来的那个龙头。如果你也想持续跟踪 AI 赛道里这种还没被完全定价的结构性机会，想搞懂那些看起来复杂的行业逻辑，避开散户最容易踩的估值陷阱，那就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后面我会持续拆解这种有深度、有细节的行业和公司，帮你在投资的路上少走弯路，抓住真正的长期机会。最后要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视频里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信息分享和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也不代表任何投资推荐。不管是股票投资还是其他任何金融投资，都有非常高的风险。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判断，做出决策。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一定要去咨询持牌的专业投资顾问，千万不要只凭着一个视频就做出任何投资操作。